当10级大风到来的时候，克鲁知道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要尽快找到藏身的地方。被困在安第斯山脉中，刺骨的寒风吹透了他的衣物，而他利用稻草和木头搭建的庇护所，能让他躲过这场大风吗？2025年8月26日，克鲁正独自徒步穿越安第斯山脉，而此时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风突然来袭，让他停止了前进的脚步。现在温度很低，如果不尽快找到避风的地方，身体很快就会失温，陷入危险。他现在必须争分夺秒，尽快地搭建出一个能抵御寒风的庇护所。他环顾四周之后，发现可以用作建材的资源非常有限。克鲁搜集来一批长约3米并且已经干枯的小树苗。他首先选出3根较粗的树枝，在树枝的顶端做出凹槽，然后将顶端用随身带的伞绳紧紧绑在一起，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支撑结构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角锥框架的基础。立起来之后，整个框架高度接近3米，底部的面积大概有3平米。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单人避风的空间。由于风力快到达了10级，三角框架的底部还需用铆钉做一个阻拦装置，防止庇护所的框架被风吹变形。紧接着，克鲁找来了更多的长树枝，沿着三角主框架层层交叉搭建。乌云带来的小雨给克鲁又增加了一些难度。他把框架逐步围合成了一个圆锥形的结构，并且使用了类似于榫卯编织的技巧，让枝干在底部与主框架咬合，增强了庇护所整体的稳定性。最聪明的一步来了，他先用剩余的木材做出来了一个梯子，然后用仅有的长绳在锥顶做了多层混扎固定，就像给帐篷扎马尾一样，防止大风把屋顶掀翻。此时的狂风夹杂着雨水，刺骨的寒风已经穿透了衣物。克鲁知道这是非常不好的预兆，他现在需要加快速度。周围大量的高原枯草是天然的保温材料，他从底部开始，把干草一层一层致密地编织在树枝缝隙中，就像给庇护所穿蓑衣。草层厚度接近10公分，这能有效阻断冷空气对流。当草墙砌到一半时，内部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无风区。在里面感受到温暖的克鲁抓紧时间启动了他随身带的便携式壁挂炉。他太喜欢这种感觉了。在寒冷的地方，外面刮着刺骨的大风，他躲在一个避风的草屋内。当火苗蹿起，小屋内部温度开始剧烈。此时他非常想在小炉旁边躺下来睡一会。他烧了一壶热水，准备缓解身体的寒冷。此时外面的风势稍缓，克鲁抓紧时间把草墙继续增高铺满。他借助之前自制的木梯，把屋顶部分也用干草填充，整个过程非常解压。草树被整齐的排列捆扎，仿佛在给房子编辫子。屋顶的草层不仅防风，还能有效保温，把热空气全部留在了草屋里面。天快黑了，大风即将到来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道关键的东西了。由于时间紧迫，克鲁在屋内用原木做了一个简易的木床，床上和床下面都铺满了稻草，非常柔软保温。然后他用了一根长树枝和一块黑色防雨布，快速制作了一个简易的门帘。别看它很简单，但一旦闭合，就能彻底隔绝内外空气流动。夜幕彻底笼罩了安第斯山脉，此刻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风声和这间小屋里噼啪作响的火炉声。克鲁钻进这个从无到有由他亲手搭建起来的避难所。此时外面虽然大风呼啸，克鲁躲在这带有暖炉的草屋中，准备要休息了。而此时这个简陋的庇护所就成为了他在安第斯山脉中最温暖的港湾。